迈出与日本和解的第一步后呢，韩国得到了美国的奖赏，这里面大有蹊跷。韩国正在快速迈入美国陷阱，中国甚至都不用出手。前段时间的韩国总统尹锡悦迈出与日本和解的一大步的举动引发了外界热议。从历史恩怨以及两国民众之间的反应来看，日韩短时间内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某种程度上，尹锡悦政府选择妥协是背叛历史的表现问题来了，究竟什么让尹锡悦宁愿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还要与日本和解呢？拜登政府的最新做法给出了答案。在尹锡悦做了一系列和解动作之后，拜登向尹锡悦及其夫人发出邀请也邀请韩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呢，拜登将为其举行盛大的国宴。这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拜登任上呢，目前仅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享受过这种待遇，那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的大国战略决定了拜登政府必须尽力拉拢盟友，尤其是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法国算得上是欧洲的领头羊，所以拜登给予马克龙特殊优待并不奇怪。但对象是韩国，就多少有点让人不理解因为比韩国重要的盟友多了去了，比如德国、英国、日本为什么拜登会突然给予韩国如此特殊的待遇呢？而从时间线的分析，这大概率是美国对韩国主动向日本和解的一个奖赏。或者说，美国才是推动日韩和解的幕后推手。如果想要进一步强化对华围堵，美国就必须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美日韩三角同盟。过去虽然美日韩之间也常常在一块大搞军演但日韩之间的敌对关系始终让这一联盟处于是名存实亡的状态，这就更别提他们能够在战时打出多少配合。换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战争盘算其实也在意味着韩国正在进一步迈入美国的棋局圈套之中，而美国现在给出的奖励诱惑越多，越说明之后美国对韩国的要求越多，做的事儿也就越危险。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美国拉拢韩国不过是想让其充当战时的对华桥头堡。美国内部人士近来频繁炒作中美2025年开战一事，假设美军真的锚定了这个时间点，那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打手。光有日本一个潜在的还不够，美国还需要更多的打手。现在的俄乌冲突就能明白，做美国的打手下场有多惨。美国只需出点钱，出点武器，但乌克兰呢，却为美国的战略目的付出了生命代价，赌上国运。所以尹锡悦一旦彻底步入圈套，那么下场只会比乌克兰更惨。当然，退一万步来说，真到那个时候，可能都不用中国站出来收拾尹锡悦政府，因为从他们打算与日本和解的那刻起，尹锡悦就站在了韩国民众的对立面。如果尹锡悦继续配合美国战略，无视韩国民众利益，那最终呢，一定会激起大片的民怨。到那个时候，韩国离内乱也就不远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